你好，今天我们聊聊天。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的心情有一点点复杂，所以呢，我想要和你们聊一聊，就是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，我常常会有的一些想法。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，可能99%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真的，以前我不用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大部分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。对。可能这个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很多人说我很漂亮，所以让我变成了一个非常自信的人。对，好，所以99%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，不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。好。然后99%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对。可是有1%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问题。好，那前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用社交媒体 APP。比如说 Instagram， 比如说 Facebook， 对。然后呢，我有时候我看 Instagram， 我觉得我很难不和别的老师比较。如果我和别的老师比较，我就会觉得，我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很多人看我的视频。也没有很多人来和我上课，所以我会觉得别的老师更聪明，别的老师比我更努力，我也觉得我不够努力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和别人比较，虽然我知道我不应该和别的老师比较，可是我还是会和别的老师比较。好，第一点，比较。那第二点，我想说的是局限。就是我觉得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我是一个还不错的老师，可是我不可能是所有人的好老师。我觉得我不是适合所有的学生，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我。对。如果我的学生要聊非常专业的东西，比如说他要聊法律，要聊医学，要聊建筑，要聊历史，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我不是很懂，因为我的爱好是语言，我的爱好可能是唱歌，我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局限的，对。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但是有的时候，我可能知道怎么做，可是我说不清楚。我自己学了很多个语言，所以我自己有很多的学习方法，可是我觉得有的东西我很难告诉我的学生怎么做。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就是我心里有很多想法，但是其实我做不了什么，我真的帮不上忙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要承认我是有局限性的，我并不是所有人最好的老师。好，那第三点，我想要聊一聊取舍。
我觉得有的时候人都会想要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我也想要有很多人看我的视频，我很想要有很多人，我想要很多人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也想要很多人来当我的学生，我也想要赚很多钱，我想要去很多很多国家旅游。然后呢，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和我上课。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现在我发现的是，如果一个学生是非常高级的水平，其实我可以帮他的并不太多，我没有办法让他在一节课里面学到很多东西，这个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也是我做不到的地方。我觉得如果一个学生是零基础，什么都不会，我可以教他，我可以教得很好。可是如果一个学生已经很好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取舍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应该要想一想，我要教什么样的学生，我要教什么水平的学生，而不是去教所有的水平的学生。我想要可能专注在教比较低水平的学生。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语言老师，你会知道，其实这是很难的，因为你一般来说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学生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学生离开我了，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是这个学生他在帮我做取舍，他也在帮他自己做取舍，所以我觉得失去一个学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。OK， 总之呢，最近我的情绪常常就是起起伏伏，有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，有的时候我跟我学生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，上课也上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碰到让我觉得很难办的情况，所以就是这样。今天我想随便聊聊，如果你也碰到过我说的情况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可以来安慰我，告诉我是很好的老师。好，谢谢你看我的视频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